血兆居，画眉仙人。你认得我？我在血兆居看见过你。蠢货！二位，请随我来。还请仙人了结这山上的鬼事吧。你是说钟馗背鬼吧？我既然来了，就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。我是这位画眉仙人的。此人名叫陆延崇，乃是花昌县的新任知县。他是来剿匪的，我假意领他上山，就是为了帮你们根除这大患。如果你们不想惹麻烦的话，最好赶紧把他绑了，拿去喂给钟馗爷爷吃了。大人，您口蜜腹剑，心怀叵测，屡次暗算我，不会以为我真就这么算了吧？这是山寨的布局图。你身手不差，所以才敢独自上山，并不是我们想的那般贪功，或者勾结匪类。哪怕是我，就算跟了上来，也无法将这么复杂的山寨情况记得如此清楚明白。请江相位速速下山，带人前来剿灭匪徒。爪上似乎有毒。我有一枚牛黄丸，先尊服下吧。称呼都改了。先前是我错生榆木，等收拾了这帮匪徒，再来向先尊赔罪。
黄阿根之灵位。己亥年3月，正是画眉鸟案发生的当月。谁？我很好奇，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吓着你？大人，不会以为我真就这么算了吧？说起来，江县尉是我的属县，如今你们却愈发默契。我倒希望昨日江县尉没能及时赶到，好让你死在钟馗手下。这么恨我？我有宿疾，每日昏时需以古法施针。昨日你绑了我，害我错过时辰，差点死在脚腕。我不知道。对，你不知道。你若真对我有恶意，我活不到现在。但让我对你放下戒心，我做不到。你绑我出城，我利用你上山，两相扯平。等下山之后，我二人最好是泾渭分明，从此互不相干。我方才在外面转了一圈，打探到了点消息，说是前几日黄老二在林子里挖了几坛酒来，夜里跟他喝酒的几个人竟都死了，并且通通都没了脑袋，至此黄老二就疯了。到后来，只要3更之后落单在外面的，都轻易没了脑袋。你说，这吃人头的钟馗会是谁呢？黄宝田。我猜你一定有很多话想问的，所以我特地把他捉来，也算是对昨日鲁莽的赔礼吧。己亥年6月间，你和你兄弟在花昌县郊外7里坡下，是不是埋过一个人头？人头，7里坡，对，7里坡。那个人头是谁的？爹突然死了，俺就下了头。你们为什么要往那个人头上做李吉的印章？人肉赔，不是东厂戏，东厂戏。有人给了钱，有还多更多钱，有人拿了头。他现在疯得太厉害，根本问不出什么来。要想要切实的证据，还去制服他那迷信的阿兄。人头！人头！你做了什么？当年做假证，跟他肯定也脱不了关系。他又在此地杀了这么多人，是鬼非人，受些折磨也是应该的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是术后的虚耗罢了。你帮我吧。怎么帮你？天宗脑术耳穴，前3寸，刺下去。你叫我。
刺下去。再用点力。政和8年5月念罢，天阴无雨，鸟雀不飞。看来钟馗将那个县令吃的连骨头都不剩了。确实行了。要我说啊，不是什么钟馗吃人，倒像是什么冤魂索命。闭嘴！再胡说八道，统统绑到外面去喂鬼。仙人，可有何办法破解呀？我可开坛化解。明日有政，你着人将祭坛各物备好，寨中所有人届时务必到场。哎。湛然常驻，无有去来。一知时故，二知魔故，三除相故，四分别空。此为清心符水，你们分别饮下，当能驱除邪魔，叫他不再来犯。老二。此女装神弄鬼，目的不明，水中必有问题。哎呦！大哥，将这妖女抓起来！大哥！幸得二寨主控制局面，我有一个交易，不知二寨主是否愿意赏光？兄弟们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。来！黄寨主，恭喜啊！来。这华昌县的税银啊，官路上押送的各色官饷、时间、行程，我知道的最是清楚。届时如何销账分账，我们从长计议便是。来，高！好酒。怎么看不上我？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这世上只有懂得逐利，知道如何为自己谋划的人，才是真英雄。你还是太天真了，不杀你就是好人。吃个教训，以后对敌莫要手软。这妖女目的不纯，但如今谈不上什么大风了。陆大人若感兴趣，不如收作美妾，带回去，如怕惹人闲言。
你大可养在山寨里呀！妙姐，多谢皇兄，此女甚得我心，杀了可惜啊！哎，皇兄，哎，啊！兄弟们，出马啊！啊！这个比远了！你会不会？你敢？那我来。都给我拿下！我当谁呢？自家兄弟，还有。这些人押回衙门。大人真是好计谋。如果官兵上来了，便是你计划周全；如果没有，怕是你真跟那帮匪徒混到一块儿去了。是啊，你果然知我。不过你这么不客气，日后不准备查案了。大不了我去找江县委。这不是搞错了呀！哎，你们家天孙大人都在楼上啊！少废话，押走。别动，马氏。走走，放开我！老实点。你们这些……大人，可曾见到那匪首黄宝成？除了后面那片密林，都搜过了。你这个人很有意思，瞧着唯利是图，但又口是心非。刚才我亲眼瞧见你将什么东西喂给了那个妖女。不关你的事。老田的绣甲上常年带毒，你跟那个妖女一看就是中了毒的。你舍命都要给她喂解药，但她半分都没领情。你要是来查这个案子的，那真找错人了。当年史前要假人头的赵承熙赵大官人，才是你要找的人。可惜啊，你不会再有机会了。你去死吧！
王氏报称，于丑宁5年3月，扼杀其父黄阿根，砍其头颅，做假印记后埋于七里坡。系受人指使，其人名曰赵承熙，以银钱受之，故行此举。3、5个时辰之内，他醒不过来的。可贡，你收着。你刚才为什么不出来？你明明看见我朝你摆手，是不要命了吗？看到了，但命是我的。是，你最不必听我的。强相位比我好10000倍，你听他的就行。现在好了，我们被困在山底下，恐怕得等雨停了才能上去。你跟那个妖女一看就是中了毒的，你舍命都要给她喂解药，但她半分都没领情。你为什么要把解药让给我？刚才你是故意以身为饵，将黄宝成诱出来，榨出他口供的吧？这是我要查的案子，与你何干？天之骄子，宰相门生，前程锦绣，却甘愿冒此奇险。大人莫不是中意于我吧？我这个人喜欢规行矩步的名门淑女，也喜欢小意温柔的娇软娘子，唯独对喜怒无常的丰富不感兴趣。查案、剿匪都是我分内之事，希望你不要想太多，给自己徒增烦恼。还有，你这做什么？试试你方才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？结论呢？呼吸如常，心跳如常，是真话，很好。从哪儿学来的阿萨办法？你可别出去找别人使。小心！没事儿，等我明天。等你明天回去就凉透了。我身上能用的只剩这个，1刻钟内会引起一些瑕疵与晕染，同时也能将毒随汗排出。你撑伞过江河，却无人来扶，这风雪千山不迷步。听若泣泪落眉间，轻声短语莫谈欢。若未相逢，何来执念？别再相见。早知一眼到此生，不如初见时转身。泪落之间，长情一去难入眠。浮生如剑，谁长短？不过是一场离别。唯有这片雪。不许看我！
躺好。不许碰我！这混凝香叫人燥热发寒，随性而为，怎的如今不见效？我需要你此刻随心而行。你现在有什么想做的事吗？你就只是想给我梳头发？一堆茅草，瞧着叫人眼痛，一看就是平时不怎么打理，不像寻常姑娘。你本该像他们那样。找到了，人在这里。快叫马车上来！陆大人受了重伤。从前有一对兄弟，俱都贪财好利。哥哥为了钱财，竟能活活饿死父亲。可他不知道，他那瞧上去没什么主见的弟弟，比他还要狠。老父亲并不是被饿死的，而是被弟弟给毒死的。所以死的时候，面容才那般青紫可怖。多年后，山寨里有人中了同样的毒，哥哥瞧见了，便心生一计，索性将那些人的头都砍了。弟弟瞧见也心生一计，装作被吓疯了，弄了一出钟馗吃人的戏码。好在日后嫁祸哥哥滥杀兄弟，到时候这偌大的山头，自然就会落入弟弟手中。后来山上来了官府的人，他更是细心设计，一步一步的将杀人、埋头、做假证的矛头都引向哥哥，而他只是疯了，最多算个从犯，对吗？黄宝天，黄宝天，你竟然设计我！政和8年5月念九，天有细雨，虽不见明光，万物皆显欣欣然之貌。逐利而亡，总归是你们应得的结局。知道你会去找那兄弟俩，让他们这么无知无觉、不痛不痒的受审，我心里不舒坦。说几句实话而已，又不曾杀人，算不上什么罪过吧。若有一日我真的杀了人，宪尊会抓人吗？去哪儿？找江大人，让他帮我查一查赵承熙。大人，切骨之恨，您大约一生从未体会过，自然也不知我为何拼上性命都要争一个真相。你还真是驾轻就熟。大人对我这等丰富，既无信任，又无兴趣，我怕什么呢？
这症状，你身边的丫头也不知道吗？为何不让她替你施诊？除他人才无人知晓。切骨之恨，其实我也是有的。我这个人喜欢规行矩步的名门淑女，也喜欢小意温柔的娇软娘子，唯独对喜怒无常的丰富不感兴趣。查案、剿匪都是我分内之事，希望你不要想太多，给自己徒增烦恼。新尊大人，皇室兄弟死了。昨夜子正都是被掐死的。2个人互相掐死，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。俗世3000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人和事，懂得量力而为，才能活得长久。整理一下，稍后还会议庄。若说2兄弟内讧，我信；但若真是起了争执争吵，怎么可能完全不发出半点声音？能避开衙役的耳目杀人，定然是个高手。加上文书楼大火，有人不想我们继续再查这个案子。大人，有人送来了这个请帖。念2日4正，百花开艳，群鸟争芳，预言邻翁相对，隔离乎尽于悲。城外罗敷庄，蓬门且扫叛军来矣。赵承熙。当年史前要假人头的赵承熙，赵大官人，才是你要找的人。你终于要露面了。大人，帖子都发出去了。是，都发出去了。哼，外人皆知我夫人偶发疯症，借我夫人的手处理掉他们，最是隐蔽。同我们作对，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些。本官携家眷前来赴赵员外邀约。陆大人，快快请进。来了。陆大人拨冗前来，蓬荜生辉呀！口唇内侧紫斑，此人好似身中剧毒。赵员外。哦，这位是州府衙门的翟大人。认得的，追思大人，花昌县的前任县令。赵员外面子挺大呀。没事。翟路，画眉鸟案就是在他任上草草结案的。
是个糊涂鬼，迟早要找他算账。这不是在吞海楼上题诗诋毁宰相的小陆大人吗？我劝你一句啊，这里不是京师，陆大人那些出格的坏毛病，可千万别在这里发作。要是落在翟某手上，可不一定有什么好的收梢。难道我买的消息有误？你在吞海楼上到底写了什么？一会儿跟你说。这位是尊夫人。正是。果然钟灵毓秀啊！那次在内廷招待家眷，不如让侍女引你前去。好。姑娘请。小心行事。陆大人，请。请姑娘在此稍后。莫非白，若真是当初那只莫非白，如今因已13、14岁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终于来了，你真该死！赵夫人，姑娘，姑娘，放开我家姑娘！你个疯女人，放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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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夫人，这便是罗浮山庄的待客之道。你给我滚！滚！夫人，我闻听夫人与李姑娘貌似言语间起了些龃龉。龃龉？你家丫鬟可都瞧得真切，尊夫人分明是要害人性命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夫人近日病重，神志不清，冲撞了贵客。我先带夫人回房休息，晚宴定当赔罪。怎么样，疼吗？我刚看见莫非白了。如今形势有些复杂。赵承熙，江户府人士，画眉案案发时，他在北方做贩身的生意，没想到他就是买通皇室兄弟做假人头的人。莫非白是本该出现在死者身边的正义，如今出现在赵府，恰巧证明了赵承熙与凶案密切相关。赵承熙的夫人也不知道着了什么魔，总是针对你。山庄里的丫鬟说他们夫人是发了风筝，还有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，非要给我添堵的翟禄。我认为，瞻前顾后反而受人掣肘，出其不意反倒可能破局。你想怎么破局？把画眉鸟偷出来。什么时候？天黑之后，开宴之前。戌时2刻开宴，我们约莫还有2刻钟的时间。野心和会议学过我的腹语之术，就留在屋中，以防外面的人起疑。渊源，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你在此处陪着我，便没有不舒服了。白天是不是吓坏了？再喝些茶，压压惊。那边有动静，我去看看。好。
天醒了，今日我就要杀了你，用你的血来祭奠地下等着索命的冤魂。一人仙去黄泉路，伤者人间独饮杯。你若死了，你那位陆县令该有多心痛？我不是我兄长的影子，也不是陆大人的软肋。我不为谁，我首先为我自己，为我这13年走过的血路，为我这13年受过的苦难。难道你不是吗，沈夫人？我在小楼里翻到过一本《春石记》，角落有一个锦字，像是落款。当年轰动一时的画眉鸟案死者沈秀，其妻姓商，闺名便是一个锦字，好巧，是不是？这真是当初的那只画眉啊，只不过是鸟市上找来的相似的罢了。如今既然有人对这只画眉鸟感兴趣，必然与当年的旧案脱不了关系。你夫人下得去手吗？要是出了差错，你当知道会有什么后果。是。那李琦的妹妹就要不行了，轮到你了。你知道她的真实身份，是你的夫君赵承熙引你来杀她的。若是你夫君骗你，可怎么办？我夫君怎么可能骗我？当初是我染疫，卧床不起，都是他衣不解带，日日夜夜的照顾我，他怎么可能骗我？李琦杀了我心爱之人，这是事实，他绝不会骗我。李家死有余辜，他刚刚杀了我的夫君，我的2个孩儿亡于大疫，我真是与灭门有何异？你当着我的面说，你恨她，恨她是个杀人犯的妹妹，你要抛弃她，她会孤独悲惨死去。我说不说这样的话，你都没打算让我活着离开。既然都是要死，我偏不说。张琴，我要被小人蒙蔽利用。有意思。口头上说几句软话多容易啊，但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呢？你为什么就是不肯？因为他根本不是你所想的那样。他即使蒙冤受屈，仍拼上性命争一个真相。纵便其身，也如飘絮浮萍，家破人亡，无所依仗，却仍愿收养旁人的孩儿。他是你这种不分青红皂白、挟私报复的人永远不可能理解的。他死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谁生谁死，还轮不到你来做决定。就一起死吧。没动静了。是你杀死沈修，嫁祸他人，后又夺人妻子，如今再唆使商姐杀我，好将这段往事完全掩埋。
你有证据吗？你为了引我们上钩，叫商锦将此物放在墨非白龙的侧旁，再涂上使人麻痹的毒液。当初那人头上作假的印记，便是李杰的印章所致。你们少装神弄鬼！沈修不过是个替我养鸟的奴才，也敢跟我抢师上人，我杀了他又怎样？既然来了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你也是。你终于承认了，夫人。13年前，就是你杀的他。夫人，这么多年来我对你，你亲我爱我，但凡我的要求你无不满足，可只是因为这样你就觉得我一定会信你所说的话，替你去杀人？你不会觉得自己太过于天真了吗？帖子都发出去了，这些年我一直装疯扮傻，就等你何时才会露出马脚？最是隐蔽。配合我演戏。我认为，瞻前顾后反而受人掣肘，出其不意反倒可能破局。你想怎么破局？商锦，我要被小人蒙蔽利用。当然，可将瑶儿配合我。他死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你大约也不知道自己早已被你所爱之人投毒多年，体内毒素累积，命不长久了吧？此香名为相思苦，能叫人陷入幻想，见到此生最快乐的场景，心驰神往，不会再有动手之理。赵承熙，你认罪了，罪了。阿锦，你原谅我了，对吗？你死！政和8年6月初1，晴有风来，恩仇居民，有花催者。活着把这一切真相都说出来！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一个杀人凶手当年没有审明，难道觉得10几年后就可以吗？我只信我自己，只有手刃了他，我才可以放心的去死。死了吗？你死了吗？我第一次看到野心和回忆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那是我的孩子。母亲的直觉真可怕，是不是？谢谢你替我照顾着他们，你把他们照顾得很好，他们看人的眼神仍旧澄澈天真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还有件事，那只莫非白就是当年阿雄豢养的那一只，10万过后他自己又飞了回来。我骗赵晨曦是从鸟市上买来的。这个，你拿着我的帕子，只要你拿着帕子，他就会跟你走。在这世间做人死一生呐。
今要去寻那条捷径快道，望你能再往下走一走。先出去再说，走。玉石与水，这人身处高位，却必将拉你沉于泥淖，你难道不怕吗？如果报仇的代价只是一条性命，那我已经占足了便宜，又何来惧怕二字？与潘氏而我。十郎乃我命中避不过的劫数。昨日你绑了我，害我错过施展，差点死在脚腕。你绑我出城，我利用你上山，两相扯平。等下山之后，我二人最好是泾渭分明，从此互不相干。十郎乃我命中避不过的劫数。昨日你绑了我，害我错过施展，差点死在脚腕。等下山之后，我二人最好是泾渭分明，从此互不相干。我早就说过，你会害死我的。幸好这姑娘机敏，拿手抓剑卸去了大半的力道，死不了的。你猜是谁要杀你？翟路，这赵承熙不是祸首，他背后还有人。这案子只怕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的复杂。他快醒了，你也过来喝杯水吧。跑那么快做甚？姑娘，你可算醒了。罗浮山庄呢？旧的碗都烧完了，人和东西都没有剩下什么。罗延宠呢？他连皮都没破一块，倒是姑娘为了救他而受了伤，他自己反倒溜达出去了，也不受来看一眼问一声。这鸟还怪有灵性的，我们回来，它也跟着飞回来了。安安静静的，也不吵闹。李姑娘，昨日后来怎么样了？当时你已昏迷，宪尊大人命我先将你带回县衙。听说出事后，翟路先行下山了。我原先以为翟路只是在任上误信了贾政，此案罪魁乃是赵承熙。他不过是失察之罪。现在想，这杀人栽赃的背后，还有一丝隐情。翟路，
沈修不过是个替我养鸟的奴才，是我杀了他又怎么样？既然来了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翟路当时就是知情者。好，我找到了。13年前，翟路正任花昌县县令。起来吧。所有案件细节他最为清楚不过，他刻意隐瞒包庇，现如今还杀人灭口，他应该就是这一切的幕后推手。我们没有证据。想要知道翟路是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很简单，江县尉，你愿意陪我去个地方吗？好。等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路边见到，随便买的。我原以为你是冷眼旁观之人，与这世道同流合污。可如今我才知道，你是个敢为之人，我敬你，也仰慕你。若命运宽容，我多想你不必如此伶仃。此香名为相思苦，能叫人陷入幻想，见到此生最快乐的场景，心驰神往，不会再有动手之力。体魄也未安，血溅出了阴与凉。13年霜雪封了旧书窗，我拎着针挑开过往，十字冷滴着颤。修长过埋他乡，或是舔过那方明心正一棒，谁在暗处笑看仓皇？梦中应是我，也是那飞光，很少精彩动执念多烫。你说于是变忘，偏装入我冥顽，梨花挖满你肩头那道伤。竹林风吹散花香，画眉吹醒走过让。我站在烟火尽头望，你提着灯照亮那夜正常。